有的王朝如秦朝只有短短的15年，有的王朝比如隋朝只有38年，还有的王朝如大顺只有短短的30几天。从当上皇帝时的风光无限，到残兵败将独自逃跑，被山里的村民一铁铲拍死，李自成的命运转变得如此之快，关键就在3天时间里。他晚到山海关3天。今天就来讲讲中国历史上最关键的3天。若李自成当初能早到3天，中国后300年历史可能不是清朝。在金庸大师的小说《鹿鼎记》中，有一个独臂神尼的角色，这个神尼是让韦小宝惊为天人的女神的师傅。他是个出家人，却没有修道之人的淡定洒脱，反而十分执着于反清复明大业。他既想直接刺杀康熙皇帝，让大清群龙无首，还想通过诛杀平西王吴三桂的儿子吴英雄，离间镇守云南的大将与清廷的关系，从而在两方厮杀起来时，可以趁乱完成自己的复国大业。之所以这位独臂神尼如此执着于反清复明，据说他身份是明朝崇祯皇帝的长平公主。这位公主前10几年的人生过得锦衣玉食，颇受皇帝的宠爱，直到李自成带着人马杀到紫禁城门口，崇祯一看大势已去，就拎着剑狠心杀掉了自己的妻女，以防被李自成的人马玷污，为大明留下了最后一丝的体面。但唯独长平公主只是被砍下一条手臂，最终活了下来。独臂神尼理解父亲的苦衷，并不怨恨他砍掉自己的胳膊。曾经捧在手心的公主，尚且在李自成进紫禁城时被崇祯砍了胳膊。那些妃嫔宫女又能有什么好下场呢？崇祯的未雨绸缪是有道理的。残疾的公主侥幸保全了性命，其他人就没这么好运了。虽然大顺军入京之初，李自成就下令敢有伤人及掠人财物妇女者杀无赦，所以京城秩序尚好，店铺营业如常。但很快李自成就沉溺在了当皇帝的美梦之中，纵容农民军考掠民官，四处抄家，更是放纵手下烧杀抢掠，遇见漂亮些的妇女直接掳掠带走奸淫。京城中稍微富裕一点的京官、绅士、地主便遭到肆意劫掠，有钱抢钱，没钱抢人。而李自成对明朝旧臣非但不加以利用，反而轻易践踏侮辱，轻则用刑，重则灭族。在这场残暴的狂欢之中，一个女人的泪水是如此不起眼，但它会成为李自成覆灭的决定性因素。起初李自成的脑子还是清醒的，对局势有相当明朗的把握。他认为赵降吴三桂只不过是需要一个封侯之位，然后诚心善待明朝皇室后人，就像是北宋历代皇帝对待北周皇室后人一样。但是手下的军纪一旦败坏，再想管束起来就难了。李自成放任部下烧杀抢掠，很快就惹出了大麻烦。他的部下刘宗敏竟然抢了陈圆圆，也就是山海关总兵吴三桂的爱妾。这也罢了，他还拷打了吴三桂的父亲吴襄，想抢夺吴家的家产。干坏事还不是主要的，最大的败笔是干了坏事还被人知道了。吴家的一个家丁逃出北京城，把吴家的现状告知了吴三桂。那个时候的吴三桂本来答应了李自成的要求，让自己的部队留在山海关抵抗满洲人的入侵，自己则是带着一小支队伍前往京城朝见未来的新皇帝李自成。然而吴三桂走到半路，听到了自己的父亲被抓捕，家族产业被洗劫，自己的爱妾陈圆圆也被霸占的消息。吴三桂心中的怒火开始燃烧了起来，家族仇恨已经超越了种族之间的恩怨。吴三桂恼羞成怒，发誓绝不投降，还要举兵为父报仇。李自成不但不好言慰藉，反而觉得吴三桂对自己不敬，竟然率领几十万农民军去攻打山海关。1644年4月发生的山海关战役，是决定中国命运水煮沉浮的一战。崇祯17年春，李自成的大顺军东渡黄河，占领山西、河北、北京、山东以及河南部分地区、江苏北部地区，大顺政权至此达到鼎盛。然而大顺军虽号称100万之众，但兵力分散在各战略要地驻防，最后集结在北京的军队并不多。导致吴三桂降而复叛的突发事件发生后，李自成来不及集结更多兵力。起先吴三桂接受大顺的招安后，李自成派前明总兵唐通去山海关接替防务，
而不是自己的嫡系大将出镇山海关。一方面是李自成对吴三桂及关外清军缺乏警惕，另一方面则是兵力分散，不得已为之。然而唐通的8000兵马在遭遇吴三桂叛变后，被一波突袭直接带走，继而支援唐通的前名将白广恩部也被击败。此时李自成已意识到局势严重性，但他也来不及集结更多兵马。搞出这个大乱子的刘宗敏又拒绝率部出征，唯一方法是亲率现有嫡系精锐，赶在关外清军异动前消灭吴三桂，重新夺下山海关。4月13日，李自成与刘宗敏、李过等率5万步骑，号称10万大军东征山海关。这应是当时大顺军在京师地区所可调遣的全部机动兵力，但是原本应该5天走完的进军路线，竟然走了8天。这3天的时间差换来的就是生死难料。李自成太过小心谨慎，到这时候了仍不放弃用政治手段劝降吴三桂，反复几次热脸贴冷屁股无效后，李自成才放弃幻想全力一搏。但战场瞬息万变，局势已然又起变故。原本李自成已经先派出2万大军切断吴三桂的后路，然后派出6万主力攻打西罗、北翼和东罗城。吴三桂立即派主力在西罗城迎击，打败了大顺军。然而在北翼城，大顺军反败为胜，取得了胜利。到目前为止，唯有大顺军和吴三桂的关宁兵之间展开了战斗，清军还未参与其中。然而多尔衮已经率领骑兵在关外盘桓，不住地观察局势。他是在评估大顺军的实力，若发现他们只是虚张声势，就可以发动突袭并击败他们。然而几次战斗后，反而是吴三桂的部队逐渐承受不住压力。幸运的是，大顺军也未能突破吴三桂的防线。在大顺军力竭之时，多尔衮判断现在是发动进攻的最佳时机，于是他派遣了2万精锐部队支援吴三桂。根据史书记载，关外清军驰援，使大顺军战吴三桂军未克，又面临胡兵4倍于刘贼的逆境，奋战下终告失利。突然参战驰援吴三桂的清军给了李自成一个措手不及。虽然凭良心说，早在清军参战前，李自成对吴三桂勾引清军来源已有所察觉。于清军主力入关前一天，大顺军麾下的唐通部队就在距离山海关约20里的地方遭遇清军，而且大败而归。而在更早之前，吴三桂见难以独立支撑，就冲出过包围关城的大顺军阵地，向多尔衮求援。然而可惜的是，李自成虽然有了心理准备，却没有应对的策略。大顺军的兵力仅稍多于吴三桂的军队，已没有更多预备兵力投入战斗。面对从南水门、北关门、关中门倾泻而来的数万清军铁骑时，李自成无计可施，只得仰天长叹。清军的突然参战，使已与吴三桂军混战良久的大顺军腹背受敌，难以脱离战场。清军骑兵趁东北风大作，快速迂回突至大顺军左侧背，发起攻击。两面夹击下，久战兵疲的大顺军支撑不住，部分将士被清军和吴三桂的吴军分割为歼，其余则纷纷溃败。为夸耀武功，《清实录》等清朝史书把大顺军投入山海关战役的兵力夸大为20万人，实际上李自成的兵力远少于此数。很多史书记载，这时的大顺军仅6万人，且战斗中被杀者不少是随军征发、输送粮草等后勤支援的民夫。但这毕竟是大顺军东征主力的全力一搏，所以造成的损失相当惨痛。此战一败，不仅使李自成没有足够的力量组织保卫北京，也使大顺军在后撤途中与清军屡战失利。大顺军从山海关败退至永平时，李自成试图重整旗鼓，但许多部下拒不听命，只顾自己逃命。撤回北京后，李自成也曾试图坚守待援，并采取坚壁清野的守城战术，但不到1天后便丧失信心，决定弃城西撤。此后，李自成再也无力抵挡清吴联军，大顺军屡战屡败。而原先投降大顺的明朝文武官绅，此刻也展现出了灵活的道德底线。见大顺气数已尽，又纷纷倒戈清朝。之前投降的明朝大同总兵江襄、宣抚总兵王承胤、洋河兵备道于仲华、定西伯唐通、襄城伯李国珍等，也开始在大清和大顺之间首鼠两端。
在清军和吴三桂的强大攻势下，不仅是大明的投机分子，连李自成的嫡系班底也在四分五裂。大顺军丞相牛金星投降清军，重要骨干刘宗敏、宋献策被活捉，吴三桂要活剐了刘宗敏，以解心头之恨，被阿济格强行阻止。仓皇流离中，李自成率领他最后的10余骑兵逃向湖北通山县，后与战士们失散，一人孤独无助地向九宫山逃亡。闯王一直都想东山再起，但一个人最可悲的是，40岁的时候还有跟20岁一样的理想，甚至远没有20岁时的潇洒和不管不顾。从最辉煌期的100万之众，到现在站成一个光杆司令，是他做梦也想不到的。在九宫山脚下，李自成在马上有点神情恍惚，一不小心连人带马误入泥潭。对于这个闯入者，乡民们早就注意到了，因为悬赏的告示贴得到处都是。一个名叫程九百的乡勇头目冲入泥潭，想杀死闯王去领赏。闯王即使落难，对付这样的乡勇绰绰有余。他将程九百按在泥潭之中，想抽剑斩其头，但泥浆却将宝剑粘在鞘中。另一名年轻的乡勇扑上来，用一把铲子奋力砸向闯王的头颅，血光一闪，李自成直直地倒在泥潭之中，一代枭雄就此别世。